接下来我们一路上就准备到下一个景点去啦。这里属于波卡拉的古城，我们也把它称为叫做波卡拉旧市集。这里除了可以展望山景本身就是个泥瓦小镇。走在这个石板小路，欣赏两旁的红砖屋瓦、精致的木雕窗饰，哇塞，都让我觉得乐趣十足。这些砖头屋门口跟窗户都做得特别低矮，而它的窗户上面呢都有很多的雕花典型的印度教的风格尼泊尔是世界上不富裕的国家之一那全国的80%的人口呢都是农业人口尼泊尔就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脉是一个山地国家，那你就知道了他们的环境有多么的好。但是呢，环境好不代表这里的人们的富裕，也不代表他们适合耕种全国大部分的国土面积呢，都处于不适宜居住的高山之上，所以呢，尼泊尔的乡村的人口呢就变得很密集那我们现在就走在它的老城当中，这些老城的屋子里面其实是有住人的，你不要以为这里面没住人都还有住人所以你看我走进来拍给大家看这已经是标准的古迹了。第一，这里的人呢长得不高大第二呢，用古老的砖头做，盖的也不高，所以他们就让低矮的头一低就可以进去了那虽然呢，尼泊尔呢这个全国都不富裕但是呢乡村呢的贫富差距也是不小的村里的富人呢盖的房子呢个个都是小洋楼比较富有的那外墙还涂着漂亮的颜色等一下我们离开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到我坐在巴士上一路拍摄的那个街景，这影片非常的珍贵我觉得就算之后要再找人拍都不太容易拍摄。为什么你知道我是坐在那个巴士上长达6-7个小时以上，我就坐在一个不能算是椅子的椅子就一块木板垫在那里，就一路坐在那边一路拍下它的街景。你看这景美不美？你自己说，太美了对于村子里面的一些普通家庭来说呢，他们会将房子呢盖成2层的，所以你现在看到2层、3层的，还有小洋楼，有没有？那些都是比较有钱的还有没有钱的可多的。而从他们的身上所穿着，你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信仰而因为呢，每一个的家庭的可用土地面积呢是很有限的，而村子里的每个家庭的人口都不少不过他们的房子呢就不会有任何的装饰性的工程啦能把房子盖起来呢就已经算是很幸运的，对穷人家来说了有时候他们呢比较穷的呢还会先盖一层先大力比那以后呢手头宽裕了再盖上面的一层对于一些相对贫困的家庭来说呢，就算是1层的砖瓦房都已经是很奢侈品了。你看这就是我坐的地方，旁边的堆货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我坐的地方我就坐在这种高高的巴士这个我感觉好像是2战的巴士你看看前面那一些小车子都高高的，我们的巴士就长这个样子，有看到吗？就长这个样子一点呢都不舒服。这些是他们的公车，我们的巴士就跟它长得很像。你看看，我就坐在这上面一路拍了7-8个钟头。所以我说要再找到
像我这样街景的画面已经非常少了。每一台车子它的底盘都很高，有看到吗？那这些车子呢，都算什么车？沿路看到他们的卡车都是叫做尼泊尔的塔塔车。尼泊尔人呢，都会装饰啊，民族味的图腾啊，卡车，只有卡车哦，每一辆呢都有这样丰富的线条与色彩。美丽神奇的高山王国尼泊尔，来这边旅游的时候呢，只要你不是走马看花、蜻蜓点水，那么你所见所闻呢，一定是震撼心灵。比如他们的物质之贫穷与精神之富有的巨大反差，比如他们的信仰，比如他们的生死观哇，他们的校服等等那这一路上呢，只要你看我的街拍，有没有坐在巴士上面拍的景色，他们都走路上学，每天都要走40分钟以上的路你看看这些都是要上学的学生们你觉得呢？台湾有多幸福你看看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个这些景色都是难得一见的然后呢，常常会让人呢思绪万千无限感慨但我相信到过尼泊尔的人也会为其惊世骇俗的汽车文化所感叹而且呢，这些学生呢，随随便便呢就跳上一台车，看到外国人呢热情的打招呼，他们的笑容，坐在巴士的前头，虽然屁股快开花因为很颠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心灵却是如此的富有。有的人常常问我说：“小王你怎么懂那么多有的人常常问我说：“小王你的个性怎么那么特别？”其实这跟我常常到世界各国旅游有很大的关系。看多了嘛看到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都会给我生命当中带来冲击那我们现在讲讲，首先尼泊尔人好像个个是天生的艺术家，单就他们的汽车喇叭声和汽车的脸谱，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哇，在尼泊尔响彻尼泊尔大街小巷和城乡马路的是汽车的喇叭声但是呢，不是吵杂的它是高亢而充满旋律的有点吵，但不单调不但不会觉得烦躁反而久了之后还会觉得哇塞，怎么那么有艺术的享受尼泊尔车辆发出的这些喇叭声呢，哇，有点像是呢早期的那种3轮车的气喇叭，最简单的音符就是咕呱咕呱那种声音你根本想象不出来，司机们居然可以在车流当中按出各种美妙动听的音乐般的旋律哇！然后再来呢，你知道尼泊尔人在汽车文化的艺术天赋更展现在视觉上，尤其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那些花花的汽车脸谱还有它的 tattoo 纹身这个从尼泊尔开来的各式各样的塔塔车，就可以感受到尼泊尔人的艺术热情，还有他们的幽默感。好像尼泊尔的司机们并不比汽车的牌子，也不比价格，他们热衷于晒他们车上的独家艺术我们可以用花枝招展来形容凡货车大巴车身上面几乎没有一处是空白的无一例外的画满了五彩缤纷的图案跟文字绝妙的是那些图案还有文字都是手绘的，没一家车的图案跟文字是小港就像在尼泊尔你找不到外墙设计一样的楼房一样哇塞！而且呢，在这里呢，比较穷的人他们用这个只能住在茅草搭起来的屋子，哎呀，低矮狭小，没有窗户，只算勉强是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而已啦。比起住在茅草屋的人来说，村子里面还有一些人居住在条件更为简陋他们就直接睡在大街上一张床就摆在外面就地而睡不过这些人并不一定是比住茅草屋的人更无贫穷他们可能只是出来的凶 K 他们就选择住在大街上。来，我们现在又到了我们下一个景点啦，这里是三月博物馆。
气，在中文怎么说呢？南边呢，爆山坡，对吧？中间呢，天然的燃料，就是呢石头的小空的，对吗？然后呢，中间呢有那个释迦牟尼，他就闭关的时候，对吗？有好多美女到哪个地方打扰，如果大密的话，但是呢，我们的量的方式还是有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呢，对，这是那个酥油茶，做那个酥油茶的，对吗？然后呢，我们这边看的都是黄铜，我们看的是红铜，对吗？这是黄铜。这是红铜，看那个我们就举办那个婚礼啊、大的活动的时候就有这样大的。这个呢是我们做那个米酒的时候用的，酿酒的啦。对，然后呢这个都是陶器的。我在巴德冈不知道有没有新增，但是我一定要带，我肯定会带大家去。那个有陶器厂、泥土厂，这个陶器呢都是防水的话。慢慢就会溜的，对吧？裸的，这样就这个很凉快。热的时候就有那个，那就黄铜了。